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在前阵子我有做过了国服的数据对比，那期之后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些观众想要看这两个不同的伺服器到底有什么差别，还有就是会不会有一天这两个伺服器就会合并在一起。那首先先提一下这一次影片的重点是不是国服的礼包真的是便宜90%。万国觉醒是中国开发的游戏，但是不代表中国的玩家就有特别的优惠。那这个玩家在讨论区那边说到，他听到一个大佬玩家叫 Matt Python， 他是阿拉伯人来的，就有说到国际服要买礼包的话就要花$385，如果是国服买的话就要花$191。我是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东西啦。那因为他下面那个影片是讲阿拉伯文，我也不会听阿拉伯文，所以这边我就不讲那么多东西。还有就是在我之前发布了影片之后，评论区也是有观众讲到这件事情。这位玩家说到征服赛季刚出现的时候，在国服那边他们可以买了水晶科技放在书包里面等到下一次再用。还说到这件事情有人在脸书那边讲，但是有一天这个贴文突然消失了。他的问题是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之前有人放过照片证明的，可是我去找了一圈是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的，或者是这个玩家他是在说谎而已。他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影片来对比一下国际服跟国服。那因为这个玩家在下面就没有回复我了，所以今天我就直接做一个影片跟大家讲一下对比差别在哪里。那么首先价格肯定是一样的，不可能有便宜90%，并且反而是国际服的玩家有更多的优惠，因为我们可以用兑换率的问题去买礼包，但是在国服就只能用人民币而已。确实以现在的兑换率来换算的话，国服的礼包是真的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就比方说最贵的礼包$648换算去美金大概$91。但是我说过了嘛，国际服可以换成不同的货币。像我自己是马来西亚人，那我用的货币肯定是马来西亚货币，这里的价格是479.9，也就是说换算去美金就是$103，也就等于说我买礼包的话是比美国玩家还要更贵的。那有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我叫美国的朋友或者是叫代充帮我转换去美国，然后用美国的货币帮我氪金，这样我就可以省下$5左右。而且礼包购买界面其实全部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额外的礼包，有比较省水晶的礼包根本没有。我现在分享的画面都是国服的画面来的，反而有些国服玩家还羡慕国际服的玩家可以用兑换率买到更便宜的礼包。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国服跟国际服在游戏里面有什么差别了。首先就是建立账号的画面就已经不一样了，左手边是国际服，右手边是国服。国际服的服饰是比较接近东欧，国服就是传统的中国服饰，人物外貌设计上面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你们可以发现到在国际服的时候，下面就已经可以选择你想要什么文明了，但是国服是没有的选择了。这里就开始国际服跟国服不一样的地方了。国服建立账号的时候是可以直接选择统帅，不需要选择文明的。现在你们看到的画面是国服的画面，只是介绍这个统帅有什么专长，这个统帅的介绍而已。这个画面才是国际服的画面，在我们选择文明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有哪一些统帅了，有介绍建筑的特色、部队的特色，还有文明拿到之后会有什么加成。那这里就要说到为什么官方要分成两个不同的版本，在国服是缺少2个史诗统帅的。那这里就考验一下国际服玩家了，因为国服玩家不知道，你们猜一下哪2位统帅是已经消失了？第一位统帅是历史的问题，那因为这个影片会发布去中国的平台，所以我不能讲得这么详细。另外一个统帅是归属的问题，不知道是归属中国还是归属韩国。这2位统帅分别是奥斯曼一世跟伊兹文德。就是因为少了这2个统帅，然后这2个统帅也是分别代表了各自的文明，就变成国服没有办法通过选择统帅来选择自己想要的文明，只能先选择统帅，但是文明还不能选择。那么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选择文明呢？直到你的城市已经升上4等级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界面，让你选择自己想要的文明。并且我反而觉得国服做的比较仔细一点，你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城市的变化，还可以看得更详细自己所带的兵种，不管是哪一个文明都可以自己点开来查看不同的时代有什么不同的变化。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奥斯曼跟韩国的文明了。也就是说，就算国服那边已经缺少了2个所代表文明的统帅，也是不影响到他们的文明选择。也就等于说，在维京文明还没有出现之前，其实国服的玩家只有1位紫色统帅而已，就是孙武。接下来就是首次充值礼包，元一金是在 VIP 礼包里面的，然而在国服曹操是在 VIP 的礼盒里面的。间接性也等于说双方的每日特惠礼包都是不一样的，国际服是曹操，
国服里面放的是园艺金。看到这个画面，我相信双方的玩家都会觉得很奇怪像我们就已经习惯了每日特惠宝箱就是曹操，他突然出现在 VIP 盒子里面就觉得很奇怪了。再来就是个人信息方面，那你们可以看到除了可以复制名字之外，还可以举报。这个举报是拿来干嘛用的？有可能这个玩家他取的名字有侮辱到你啊，你觉得不正当，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就可以直接去举报这个玩家。同样的情况，联盟名字也是可以举报。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三角形感叹号，点开之后就会看到这个画面，有违规简称，有违规联盟名字，违规联盟公告或者是其他，你可以在下面补充。在国际服是完全没有办法举报的，不管是个人信息还是联盟都没有办法。还有就是在国服会显示那个玩家的地点在哪里，像这个玩家他就在重庆，但是在国际服是没有的。还有就是在名字上面，你们可以看到国服这里有写归属行省，它是在第一个区域，为什么会写这个东西？那你们可以看到在国服是有这个标记的，在国际服是完全没有的。我有去问过客服，这个东西只有国服才有，国际服是没有的。加入联盟会受到归属行省的限制，这个就是活动规则，你只能加入在同一个区域里面的联盟而已。就比方说我刚刚演示的账号，它是在第一个区域，就只能加入第一个区域里面建立的联盟而已，不能加入第二、第三、第四。至于为什么会增加这个限制呢？其实我个人也不太清楚。不过国服的玩家可以帮我补充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子限制。接着就是语言方面的问题了。如果你是玩国际服的话，是可以选择自己所用的语言，但是在国服是完全没有办法选的，你只有中文而已。也就等于说，如果你是不会中文的情况下，就算你已经拿到了账号，你也没有办法去玩这个游戏。OK， 就算你是已经完全了熟悉游戏界面，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也不影响你玩游戏的操作。当你认为可以继续玩下去的时候，你就错了。因为国服是完全没有翻译的，国际服是有一个按钮可以给你点选之后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就算你能看得懂，你能够跟他们沟通，你也没有办法氪金。国服只能用人民币而已，而且必须要用中国的付款方式。也就等于说，如果你要在玩国服的时候丢钱下去的话，你必须要找中国的朋友或者是代充才可以继续玩下去，否则你就是完全的 F2P 玩家。再来就是登录方式，其实国服的登录方式会比国际服还要方便很多。他们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登录账号，完全不需要打入 ID， 不需要打入密码，直接扫二维码就可以登录了。或者是用 QQ 用手机号码都是可以登录游戏的。但是国服不好的地方就是需要实名认证，国际服是不需要的。但是国际服登录就很麻烦了，要么你就是用邮箱，不然就是用谷歌，不然就是用 FB， 必须要打 ID 跟密码才可以。那么也是因为他们登录会比较方便的关系，所以国服会比较流行看号，主播帮你看一下你的账号要怎样搭配，要怎样提升，可以往哪一个方面去发展。但是在国际服没有办法，你只能截图给对方看，或者是让对方知道你的密码 ID 才可以登录账号查看，所以国际服是不流行看号的。接下来要说的东西是国际服没有的，那我相信国际服的玩家也会觉得很惊讶的东西。国服是有夜间模式的，只要到了中国半夜12点就会跳出这个界面，提醒你已经很晚了，叫你早一点去休息。那这个夜晚模式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共有6个效果。首先就是你的仓库保护量会提升 300%， 等于说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你依然会被清零，依然会被ban资源，但是你剩下的资源也会比平时还要更多。第二个，联盟旗帜耐久度恢复速度降低 500%， 降低速度主要是为了让那个旗帜不要回血这么快，或许在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依然那个血线还在黄色的位置，还没有满血。第三，可掠夺资源将会在战乱中损失 80%， 像我们平时正常抢资源的时候会减少 30%， 这个是抽税，但是这里又额外减少 80%。第四，联盟旗帜燃烧速度降低 500%， 就等于说在国服你们可能在睡觉之前看到地图是长这个样子的，起床之后也是一样，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不像国际服可能你睡一个晚上起来的时候旗帜全部都不见了。当然已经降低了燃烧速度，当然建造速度也是要降低，这里是直接降低了 3000%， 你根本没有办法建旗帜。第6个就是建造要塞的速度降低 300%，也就等于说，如果你是国服的玩家，在半夜时间打仗的话，你也只能野战而已，没有办法去烧旗帜。不过要塞的燃烧速度还是正常的，只是建造的速度降低而已。
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夜晚模式，所以有不少的国服玩家都觉得国服会比较无聊一点。但是以正常作息的玩家来说，有这个模式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不需要熬夜，不需要担心半夜的时候旗帜会不会被烧光，也不会损害到自己的身体。结果就变成那些喜欢打仗的玩家就跑来国际服玩了。国际服是因为玩家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弄这个深夜模式。那也因为这样子就变成我们很痛苦，如果对方的时间是跟我们相反的话，我们必须要熬夜，甚至对方是有2个时间段的玩家，比方说有亚洲有欧美的玩家，那他们可以打24小时了。所以对于国际服玩家来讲，没有深夜模式确实很痛苦，但是又没有办法安排深夜模式。今天影片最后要提的不同地方就是国服他们有官方的账号交易，就是可以把你的账号卖出去，但是至今为止国际服还是没有推出类似的东西。那这个官方交易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官方可以直接让你的账号解绑，不需要绑定你的邮箱，绑定你的名字 ID， 然后把账号交给下一个买家，就不会有买卖欺骗的问题。因为我看过不少的案例，就是已经付款了，但是账号并没有拿到手，或者是对方又改了密码拿回去那个账号。这个方法肯定是比较安全，毕竟是官方的嘛。但是我听说这个佣金抽的还蛮多的，所以有些玩家还是会选择私底下交易，就是风险会比较高。那未来国际服会不会推出类似的东西呢？我觉得会比较困难，主要是我们货币兑换的关系。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国服跟国际服到底会不会合并？那刚刚你们也看到我的介绍了，像玩法、登录方式、统帅的数量、夜晚模式加上货币兑换的关系所以比较难合并在一起。不过如果是要举办一些比赛，比方说像奥西里斯联赛、全球巅峰赛的话，其实官方还是可以举办的。也就等于说，如果国服跟国际服的玩家要切磋的话，就只能等赛事举办的时候才可以切磋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虽然国服已经出现3年了，我现在才做这个影片，其实有一点迟了。不过我还是希望国服跟国际服的玩家可以更了解彼此有哪一些不同的地方。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题材也是蛮有趣的啦，所以拍给各位看。至于各位观众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